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现在防疫期间，大家出门戴着口罩，不能化妆的话，头发就非常的重要。今天诺曼来分享一个如何搞定毛躁自然卷的头发。在课程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，先订阅我频道。我们现在课程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。那我们今天会先帮他把发尾的分叉稍微修掉，那帮他把刘海的长度做个调整。最主要啊，就是会发现它前面的自然卷，它的刘海的部分啊，就是像这样。有毛躁自然卷，那像这种状况啊，我们都会去做一个调整。然后怎么调整呢？我等一下会教大家如何烫完啊，是蓬松柔顺，而不是贴在头皮上。那除了烫直之外呢，我会帮他把刘海的长度做一点修剪，就会剪一点八字刘海做脸型修饰的效果。那流程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先进行修剪，修剪完之后再来做药水的调配。我也顺便分享药水该怎么去调配这样自然卷的烫发的部分。接下来就是二剂上药的部分，需要哪里去做加强？最后就造型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把头发先做修剪。修剪部分啊，长发我们一律先把长度设定出来。长度怎么设定呢？我们可以先用两边拨到前面，拨到前面之后啊，我们去决定说我们今天要剪到的位置是在这里，还是这里，或者是这里。我今天会修的长度大概是3个指节的部分，所以先把发尾比较虚的地方去除。然后梳顺，然后水平修剪过去。这个时候你先目测，从镜子里面看，两面的长度如果是差不多的，我们就放到后面继续做裁剪。好，放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进行分区。分区的话，我们做一个最简易的分区，就是把顶部区先分起来，画一个半圆弧，这样一个半圆弧的形状。然后分完之后呢，我们先做下摆第一区的修剪。下摆第一区修剪的话，我们从这里中间分一半，然后往肩膀的方向稍微提拉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比较短，这边比较长。我们在短的这里保留，那做一点点剪的动作修饰过来。另外一边的话，一样往肩膀后面的方向稍微提拉，比较短的预留着，那把长的地方做点剪。点剪完之后呢，我们把头发从中间做集中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尖的，我们把尖的去除。好，那这样一个半圆弧的形状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边放下来，做一个放射型的提拉。那我们先从后面开始，第一片梳一个直立分线。直立分线的意思啊，就是像这样子的。完成之后呢，往后45度提拉下来，你会看到这里的长度就会有短跟长。我们在长的这里直接做一个去除连接的动作，连接下来，这边比较长，做一个去角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像这样比较短的位置，那连接到比较长的地方，像这样下来连接。连接完之后，上面会多一个角，把它往内去除掉，这样就是一个去角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照着这个动作依次去完成。那这样这剪法就可以完成了。以上这2个步骤完成的话，你就获得一个中长发的低层次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刘海的修剪。那我现在特写刘海修剪的技巧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在剪刘海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先把它要塞耳后的位置都先拉出来。那你如果不会抓这个位置的话，可以从它太阳穴的位置去往上去做分线，然后画一个长圆弧的一个长度。画完之后啊，再从这里分一个小三角形，然后放到它鼻子再下来嘴角的位置，做一个 A 字的修剪。然后这样长度就确定完了，因为我们等下烫完的时候，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弧形，然后再来做两侧的连接。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短到长的一个修剪效果。然后剪一个斜度，然后再做一点点剪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梳过来，拿一个长到短的衔接，然后再做点剪。那这样刘海的长度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就是先做清洁，我们先做洗发。
洗发的时候啊，我再调配药水的配方。今天烫发的话是使用我们店最常使用的巴利莱雅的烫发药水。那这种烫发药水啊，它其实有分强、中、弱，什么意思呢？强度的话，就是如果它是严重自然卷，我们选择就是抗拒发性的一个药水。那如果它是受损，它有烫染过，我们就会选择是敏感性的。那像今天我们的模特儿呢是细软发，但是又有自然卷，所以我选择就是一般发性的药水去帮它做处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帮它上药水。好，那我们在烫发之前呢，我们都会先贴上这种刘海贴。那这刘海贴啊，主要就是防止我们的药水啊或头发碰到我们的眼睛，做一个避免跟防护的动作。那我们接下来要上的药水呢，就是针对它发根自然卷这一节去做上药水。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绝对不要贴到头皮，因为药水是碱性的，你用到头皮是会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我们会避免就是碰到皮肤头皮的部分。好，那上药水的话，我们从下层上顶部区，就是你要一层一层这样慢慢上去，不要从上面上下来，因为你这样上完之后啊，我们在药水的时候就会开始去固定发流的动作，这样你烫完啊，头发才会是一个最自然的一个状态。那上药水啊，头发拉紧，轻轻的服贴上去，不要碰到头皮，然后用梳子这样轻轻的带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只要头发都有碰到药水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上完。然后你要记得啊，我们要烫的位置啊，就是发根这4个手指头，就是它新长出来的位置。那我们在上药水之前啊，头发梳顺之后，轻轻的刷上药水，不要贴着上哦，你要有一点高度，就是我通常会在90度角去做一个上药的动作，因为你如果不抬高角度去上，你这样服贴的上，烫完的头发啊，它就会很扁塌。就像以前那种离子膏啊、离子夹啊，以前有一个年代就是流星花园嘛，那个流星花园，杉菜那个年代，大家都要烫直，平板烫。以前那个年代叫平板烫，就是很直很贴，对。可是那个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太贴了，就是很像一块海苔盖在头上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烫完，让头发很自然。对，所以记得小技巧就是这里一定要抬高角度，那发片不要厚，薄薄的，但是速度要快，上药速度要快，因为它会软化。软化速度跟上药速如果跟不上的话，会变成这边软化了，你这边还没上药水。然后上完之后，你可以稍微在这里垫一下，那把它放下来。那这样就有一个小空间，不会整个贴在头皮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把整个药水都上均匀。好，那现在药水已经上完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因为它原本的中间分线比较明显，那我帮它做的是一个交叉的部分，让它的分线可以柔和一些。那发根的位置啊，我是没有完全服贴在头皮上的，是有预留一些的。那我们现在停留时间8分钟，8分钟到之后软化，我们就冲水，准备做烫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把药水冲掉了，那可以看到啊，吹干之后啊，你如果药水软化效果是好的，它会有一定的光泽，我们还没有夹任何离子夹哦。然后再来啊，它会有一点已经反直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说这个阶段啊，我们已经可以很好去帮它做塑形了。然后塑形的时候啊，就是把这些毛躁的地方再调直，调直之后啊，我会再用离子夹去做一点造型的弯度，这样烫起来会比较自然一点。那接下来我就分享这个技巧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今天用的啊是这一个 GHD 的离子夹，这是我最常用的，因为它是自动控温185度，所以它的控温点啊稳定度是最高的。然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接下来它的自然卷比较明显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夹的话，因为它的分线在中间很明显，所以我会先从中间取一小束头发，那从这里先做调整。那调整的话就是梳顺。你梳子啊，可以像我这样夹在中指跟无名指中间，然后这样勾进去，然后左手有一点出力的张力夹着，那离子夹从内轻轻的带一下，慢慢的往后先带一些，这样发根就顺了。那我们再带过来这边的部分，梳出来，那夹着，然后下面先进去，那靠在头发上的时候，轻轻的往外有一个半圆弧的提拉，这样烫起来头发的弧形度是最好的，而且不会到太服帖太死的一个效果。然后你看哦，夹过的头发跟原本没有夹过的头发的差别就很明显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发根都调整完之后，
我们再来夹第2层，好，第2层一样，梳子进去，手指头夹着。这个时候啊，高度我们就又往上面一点点的，然后有一点往上做提拉的动作，然后到发中的位置，我们就先放开了。这样它蓬度有没有更明显的感觉？我们就是用一层一层的堆叠去制造出刘海跟顶部的蓬度，这样烫起来的头发才会是最自然、最好看的。而且这种你只要回家自然的洗完头吹干，它就会这么蓬松的效果。第2层你会看到这样的蓬度啊，其实是很立体的感觉，而且光泽的亮度是更好的。那每一层都是依照这个方式去做进行。最后呢，我们在发尾的位置这里再做一点弯度的加强，从发中，然后慢慢的半圆弧往外带，然后往外拉，这样它就会有一个弯度了。那这弯度等一下我们在做定型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有一个弧形出来的感觉，去做脸型的修饰。好，那我们先完成夹直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头发部分已经调整完了。那发尾地方大家有看到，我帮它做了一点内弯的卷度。等下上完2季之后，这些卷度都会被放大，放大的效果就等于说它不管拨哪一边都会有一个弧形的弯度出来，所以它放大起来感觉不会那么卷，它就有一个微弯的效果。那我们等下上2季的话，记得刘海这一区块，我们一定要贴上我们的保护贴，贴完之后我们再开始上2季。这次使用的2季啊，是莱雅他们家的乳状综合剂，主要就是做一个卷度定型的动作。因为我们用1季软化，软化之后啊，2季最主要就是重组跟定型。所以你只要烫完头发有上1季的同学，一定要上2季做固定，不然你就浪费了1季的效果。很多同学会问说，我只要上1季软化头发，改变完这个型就好，那可不可以？我会跟你们讲，如果你没有上2季的话，毛鳞片没有闭合的关系，你回去你不管你怎么睡觉怎么洗，它会一直在变形，所以你头发会越来越容易毛，或者是它的形状会跟你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上2季的一个原因。膏状2季的就是像这一种，但是因为它的膏状啊不是非常的粘稠，所以它烫完起来头发的柔顺感是比较好的，不会是硬邦邦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们在上2季的时候啊，记得头发的发际边缘，我们都先梳上一点点，那抬高角度哦。因为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头发上完是很服帖的，在上2季的时候，发根可以稍微抬高一点点角度去上，这样上完起来啊，这边就不会说整个贴在额头上。然后我们刚刚有夹卷的地方，不要一直去梳它，越梳的话破坏度越高。一般啊，我们如果有夹卷的，我会像这样把它绕完，绕完之后呢，把它轻轻的摆在旁边，因为我们有贴这种刘海贴，所以它就不用担心会碰到我们的眼睛或者是脸颊的部分。那我们接下来把2边一起上完固定药水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药水上完了，上完之后我们停留时间10分钟，停留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洗发。洗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帮它稍微做一点颜色的调整，调整后做造型给大家看成果。好，我们现在整个阶段已经完成了。那最后啊，我帮它吹干之后，那帮它发尾稍微做一点电棒。那我们刘海的部分啊，我帮它用发卷做一个固定的动作。那发卷啊，拿下来，拿掉之后啊，就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弧形的弯度，就是我们烫出来的这种感觉。那为什么要用发卷呢？发卷可以加强这个蓬度的立体的效果，然后再搭配我们刚刚修剪的一个低层次的一个卷纹，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韩式的造型了。这种造型呢，其实非常好整理，只要把刘海做好。那卷度的话，这种卷度也是可以烫出来的，就看我们平常习惯怎么整理。如果你喜欢自然一点，这边可以选择是直的，刘海整理好，这样就可以。那如果想要有一点波纹的那种感觉，就可以帮自己做一点电棒，或者是烫一个这样的纹理，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做一个最后的造型总结。今天的话，我们设定长度的时候，先把头发摆到前面，再来啊，我们是低层次45度角修剪，再做去角。那刘海的部分呢，往前拉到嘴角的位置，修剪完长度之后，再做一个斜线的一个修剪。那烫发的部分呢，我们在自然卷的地方上要记得，不管是1季、2季都要提高角度，然后在夹的过程一定要制造出这样的蓬度感，这样整个发型烫完跟吹干之后，才呈现一个最自然的一个效果。你学会了吗？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课程分享。
那很多同学会私讯诺曼说，我的烫染费用到底是多少？一般来说，我的烫发收费大概是4到6千，染发的话是3到5千。接下来有造型将在7、8月推出烫染体验活动。染发1999跟烫发2199，包含洗剪跟染前、烫前的保养。除了价格上的优惠之外，我们还非常重视的3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造型的设计师非常重视的就是与客人的沟通，因为有好的沟通才有一个好的发型。第二个，我们非常重视产品的品质，因为好的产品会带给我们好的发型跟发质，所以我们选择都是国际大品牌跟植物性染剂。第三个，我们有造型非常重视的售后服务，如果在7天内你觉得发型没有调整好，可以回来我们免费帮你做调整。如果想要预约的同学，可以拨打电话到我们123馆做预约。那我也会在这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放上我们的 FB 跟 LINE 的预约连结。好，对今天影片上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这边附上有 IGFB， 这边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边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